Hello，大家好。我的名字呢叫美少，我是非常喜欢英语的这样一个人。然后以前呢也是一直都是做英文的老师。那么我知道大家其实在学习英语的过程当中都会遇到很多的问题，比方说词汇的问题，或者阅读的问题，或者很多人想提高自己的口语或者是写作。那么我自己的个人经验来说呢，我觉得我是从英语的阅读这件事上面获得了巨大的这个收获。那么从一开始的这个词汇的简单的这种增长，以及是到后面这种各种比较地道的这种表达的一个积累，到最后就是在这个输出的过程当中，比方说口语或者是写作当中，都看到了这个非常明显的进步和提高之后，我觉得，我应该把这个阅读这件事情，尤其是阅读英文原版书这件事情，不断的去跟更多的人分享，那么也帮助到大家在英语学习的过程当中，用一种非常有效的途径来非常扎实的提高自己的一个英文的功底。那么我们说，其实阅读的过程在英语的整个四项技能当中，其实是属于一个输入的一个过程。这个原理大家其实都很了解，口语跟写作其实是属于一个输出的过程。那么你想要从你自己的头脑当中往外掏东西的这个时候，如果说没有一个存货在里面，没有足够大的一个存货在里面，基础在里面，你这个输出的这个步骤，也就是口语跟写作，是永远不可能得到一个非常有效的提高。所以我是非常建议大家在一开始输入的过程当中，千万不要怕辛苦，或者说是在短期内可能没有一个那么明显的一个飞跃或者说是进步。那么大家要相信自己，就跟那个竹子在最开始3年里面往地底下慢慢扎根一样，虽然成长在土表面的一个生长可能就是只有几十公分，但是他们在3年里面在往地底下扎了几百平方里的这样子的一个非常扎实的一个根基在那里。那么一旦过了那个阶段之后，它可能生长的速度就是每周几十厘米的这样的一个速度在生长。那么大家要相信自己以后的这个英文功底会像竹子一样就发生一个质变，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这样子一个过程。那么我建立这样子的一个 book club，其实也是希望帮助大家慢慢的提高对于英语阅读这件事情的一个兴趣，并且在阅读的过程当中获得越来越多的收获，打好自己一个非常扎实的一个功底。那么今天我们要读的这本书呢，叫做是 Life's Little Prayer Book，叫做是就是每天的一点点的祷告词。其实我自己并不是一个信仰基督教的人，那么严格意义上来说，我可以说是个 agnostic， 就是一个不可知论者。我说我不去评判说到底有没有上帝这回事情，但是呢，可能大家也没有办法去证实这个世界上面到底存不存在上帝这回事。那我喜欢这本书的这个原因，并不是因为我是不是一个 religious person 这样的一个原因，而是在这本书里面，我其实是在一个那种二手书店里面淘到的这本书。然后到哪里都会带着不管是我以前住在国内的这个时候，哪怕是从国内搬到了日本来住的这个时候，我也不会忘记把这本书一直带在身边。主要还是原因就是，不管你是不是有宗教的信仰书里面有很多的这种道理你抛开上帝这回事情来看的话，会给你的心灵带来很多的这个慰藉。那么再加上这本书里面选取的很多这种 prayer， 其实是诗人或者说是非常有名的一些作家写的这样的一些 prayer， 所以本身它的这个英文文字的表达方面就非常的优美。那么我希望就是通过这样的一种形式我们从这本书里面截取一些比较好的、比较优美的这样一些段落。那么一方面是提高大家的这种英文的知识的积累，另外一方面也是希望大家如果说遇到一些困难，或者说是一些小小的烦恼的这个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些 prayer， 不管你是否信仰上帝会有这样的一些 prayer， 会帮助你带你度过一些难关。那么这本书里面它其实是按照不同的这种怎么说 category 来进行一个分类。那么比方说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分类叫做是 giving thanks，常怀感恩之心有一个感恩之心。那么这本书里面还会有包括比方说 charity 或者是 faith 或者是 family或者说是 grief， 遇到悲伤的这个时候，或者是 hope 希望，或者说是 joy love peace甚至是 pets 这样子的一些不同的主题。那么我们也会从这本书里面不同的主题里面挑选出一些比较优美的段落，那么希望跟大家更多的人来分享英语文字的一种优美。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今天讲到的这样子的一个 prayer， 很短我字弄的比较大，所以大家看到其实是非常短的这样子的一个 prayer。首先来看一下Oh God， 大家如果说是
对 religious 这件事情，如果说比较的，怎么说有自己的这种保留的话，大家可以就忽略这个 God 这件事情啊。We give you thanks for giving us each other, for being together, which makes such a difference, for having a good home and for what we do there, for games to play and books and bikes and things to use, for adventures to share and dreams to dream of the future. Save us from spoiling things by being conceited, by being disobedient, by being untrustworthy. We want to get the very best out of each day that you give us, out of each job, out of each meal, out of each game, out of each friendship. Show us how to do this in the way that Jesus did, and for his sake. 这样子的一段 prayer 的话呢，对于非常 religious 的人来说，可能真的在遇到某一个 occasion 的时候，他心里面会默默的念这样子一段祷告词啊，以安慰自己的心灵。那么对大家来说的话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整一个 prayer 它的一个构成。我会发现大家应该会发现，就是大致是分成3个部分，对不对？首先第一个，我们要对哪一些东西感恩 ？Thanks for giving us each other 啊，我们互相拥有彼此是一件非常值得感恩的事情。For being together, which makes such a difference， 我们在一起就让整个事件变得不一样。Make a difference 这个词组的话，其实我们在很多方面make a difference， 很多人把这个东西呢作为自己一个毕生的一个梦想，说我来人世这一遭的话，我最后要离开人世的时候，或者离开世界的这个时候 ，I hope I've made a difference， 让世界因为我的存在而有那么一点点变化，有那么一点点不一样，我就会觉得我这人生其实没有白过。所以 make a difference 其实是很重要的这样子的一个词组啊。很多人在表达自己的这个目标的时候，比方说离开大学的时候，都会说in the future, I want to make a difference in the world， 对不对？让世界变得有一点不一样。For having a good home and for what we do there， 就是也非常感谢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家庭，并且我们在家庭里面这个做的所有的事情，我们都心存感激，对不对？很简单啊。For games to play and books and bikes and things to use， 所有这些物质的东西，那么对于不同的人来说，他们想要感谢的东西可能不一样，但是生活当中呢，其实可能有一些非常小的那种物体，只要能给你带来一些 joy， 我们会觉得这个物体的存在就非常的有价值，我们也要对这个物体的存在抱有感恩之心。For adventures to share and dreams to dream of the future， 大家看到啊，就是 dream 的话，这个词当然就是既可以做动词，又可以做名词。大家在歌词里面也会听到过，就是 dream a little dream， 对不对 ？Dream a little dream， 歌词里面比较浪漫的这个时候就会说 dream a little dream of me， 对不对？大家听过这首歌。所以有一些表达其实非常的简单。那么第一个部分的话，全部都是在感谢上帝带给我们的这些东西啊 ，thanks for 这些东西。第二个部分呢是希望上帝能够帮助我们。不要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破坏的事情。那么这些破坏的事情，往往是因为怎么样的一种我们自身的这种状态而导致的这种破坏。那么，比方说，我们看到是 save us from spoiling things。spoil 这个词是指破坏，对不对？把好的东西给弄坏了，这叫做是 spoil。那么当然是指，比方说宠坏小孩的这个时候，也会是指这个 spoil， 对不对？有一个俗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叫做是 spare the rod, spoil the child， 就是其实说白了就是棍棒之下出孝子啊。你如果说是舍不得用你的棍棒的话呢，你的孩子就会被宠坏，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所以 spoil 有那个宠谁谁谁的这样子的意思。OK， 那么 conceited 的意思大家知道是什么？conceited 非常的自满自得，或者我们把它说是叫做是 self， 简单的来说叫做是 self-centered， 但也可以说大了点叫做是 egotistic， 对不对 ？egotistic 非常的以自我为中心。那么口语里面会说什么呢？非常俗的一句话，或者非常通俗的一句话叫做什么呢？口语里面非常 informal 的叫做是 big-headed， 这个人头很大，对不对？这跟中文里面的这种说法其实是完全不一样啊。big-headed 就是这个人非常的固执，或者说是非常的自大这样子的意思啊。所以 conceited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书面的一种表达，非常的自满。
我们说通过，因为你自己非常的自满呢，你就会把一些事情给搞砸，或者说是弄糟糕啊。Save us from spoiling things by being conceited, by being disobedient。对什么东西不顺从？因为大家知道，上帝的眼里的话，子民都是小羊羔，对不对？小羊羔都要做一些非常顺从的这样的一些人 ，subjects。OK，by being untrustworthy。untrustworthy 就是不值得别人来信任你的，所以是 deceitful。你这个人经常说谎，或者说是经常欺骗别人，对不对？所以上帝，请让我们不要去破坏一些事情，因为我们有时候会有这样子的一些恶习在那里。那么第三个叫做是感谢的这个部分，并且我们希望获得在每一天里面获得足够多的一些收获 ，get the very best out of each day。所有的 out of 都是跟这个 get 什么什么来搭配的，所以我们会说是 get 什么什么 out of 什么什么。比方说 get the best。out of each day， 我每一天都要尽可能的去享受每一天，对不对？每一天都能够最大限度的获得一些什么东西。out of each job， 我们去做任何一个工作的这个时候，都要能够获得足够大的一种收益。这种收益的话，一定不只是物质方面的这种收益。get the very best out of each meal， 去好好的享受每一餐。get the very best out of each game，get the very best out of each friendship。做任何一件事情的这个时候，都能获得足够多的一种经历。那么经历对每一个人来说，其实真的是非常重要，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OK，show us how to do this in the way that Jesus did。那么这个，因为它是一个 prayer， 是比较 religious 的，所以它最后的话呢，它会说是以最后 Jesus 做的这种方式啊，我们也要去做。And for his sake， 对于 religious people 来说，人的一生所有的最大的这种 commitment， 都是应该是为了 serve the God， 都是要为了上帝去服务的。那么当然，对于我们这个不是 religious people 来说的话呢，最后这个可能对我们来说并不是那么的需要。但是在这一段里面，毕竟我们还是学到了一些非常简单的一些词组，我们从头到尾再把这个好好读一遍。Oh God，we give you thanks for giving us each other, for being together, which makes such a difference, for having a good home and for what we do there, for games to play and books and bikes and things to use, for adventures to share and dreams to dream of the future. Save us from spoiling things by being conceited, by being disobedient, by being untrustworthy. We want to get the very best out of each other that you give us. Out of each day that you give us, out of each job, out of each meal, out of each game, out of each friendship. Show us how to do this in the way that Jesus did, and for his sake.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第一本书里面的第一篇 Prayer Giving Thanks。希望大家呢从这样子一种形式里面能够获得很多英文的知识方面的这个常识。那么也是希望本身这些内容能够对大家的生活或者是有烦恼的这个时候起到一点点的帮助。那么也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我们这个 Book Club， 我会不定时的跟大家去分享一些我读到的非常优美的一些英文的原著的东西。那么希望大家通过这样的一种形式，能够不断的去提高自己的英文的功底。OK， 我们下次见。